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960那一场 KVK。虽然我差不多每天都在直播，但是在哔哩哔哩、在抖音的观众是看不到我直播的。再加上明天 UTC 15点左右黄庭就会开放了，所以今天就做一下黄庭之前的一些解说。首先一开始的战斗是在关卡4，在之前的影片我有解说过，很大可能2268他们会用要塞挡着960的去路，让960没有办法拿下关卡5，从而拖延时间，让1034过来。然而这件事情没有发生。其实在关卡4之前，我那个影片下面其实有2268的玩家有评论说我对要塞的观点是正确的，他们确实是想要用要塞不见其制来储存更多的水晶，但是他也说到他们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并不会走出去。结果就如这个玩家所说的，关卡4他们真的没有出来。除了960这里之外，还有我们的盟友，另外一边1671也是一样，他们直接走出去，对方也是没有出来。那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，毕竟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，如果单挑的话会损耗更多的加速资源，反而在关卡5开放走出去的时候，就是2个阵营对上1个阵营，这样算起来确实是比较划算的。所以我们直接跳过那个时间，跳到关卡5。因为我本人专注在960的战场，可能1671那边没有办法说的特别详细。首先我们先说一下960的情况。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，960的战略呢是有失误的，你们可以明显看到960放要塞的位置是有一些错误，并且有些要塞并没有防守的特别好，从而让对方给烧掉了。1034还用要塞挡住了960要出去的去路，从而在这里拖延到了时间，让他们的盟友2268能够建旗帜出去。当要塞建好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在左手边的部分是已经被2268给占领了，这里960拥有的面积非常小。这个时候1034也用了不错的战略，他们直接放要塞在靠近黄庭的位置，先在右手边做了一道防线，让960没有办法这么快突破。所以各位可以明显看到960在开局的时候并不优势，这个时候960拥有的领土面积大概是1/3而已，并且各位可以看到1034还有2268的要塞跟旗帜是已经越过了河，在每一张地图里面河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防守线，变成在这个时候960要打3个方向，分别是左右下，右手边是完全交给 MX 去处理，960处理右手边跟下面。960优先把比较弱的2268先清除掉，所以可以看到左手边是已经清除掉了，剩下要塞而已。但是地图没有多大的变化，1034跟2268已经把后方的领土全部给填满了。后来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1034跟2268他们开始建了不少的要塞，想要死守这个位置直到黄庭开放为止。这个时候的960还在极力的往下推，当960把左手边跟下面的路线已经推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开始往右手边进攻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1034跟2268他们是已经叠了至少3层的要塞，为的就是想要拖延时间，不想要让960利用这个方向翻墙去黄庭。就从这一个时刻开始，我们就经历了漫长的烧要塞时间。坦白说，地图是有慢慢在变化的，但是因为对方堆的要塞太多，我们烧的时间比较慢，才会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，是不是完全没有进度。刚刚我分享的截图全部都是远距离，我们近距离观看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到底有放了多少层的要塞。那你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，这里何止是2-3层要塞，而是已经叠到4层要塞了。也因为他们这一次建的要塞实在是太多的关系，从而让大家觉得他们玩的并不是万国觉醒，而是要塞觉醒。在说完了960的情况，我们去看一下盟友。可以看到1671的情况就真的非常不妙，可以看到75还有2891的他们是已经优先丢了不少的要塞挡着71的去路，毕竟这里还是2个阵营打1个阵营，所以这边的情况也是一样，建了不少的要塞挡着去路，双方都在消耗对方的兵力。但是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左手边关卡器的位置，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都是由对方给拿下的。1671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碰到关卡器，在这个时候1671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拖延时间而已。持续了好几天，地图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直到有一天1671的旗帜突然不见了很多。我听到传闻说对方已经买通了1671的农场联盟，要求对方删除要塞，所以1671的领土才会减少了这么多。但是我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是对方买通的，也不排除有可能1671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们不小心拆掉要塞还是什么，变成1671这里的领土剩下这么一块而已。我有看到有一些玩家做了这一场 KVK 关卡5的数据，其实我看到1671表现的还不错，尽管是一个阵营抵挡2个阵营出来的表现跟960是差不多的，直到关卡6开放，960还有2377终于可以过来帮忙1671了。
就变成这里才是真正的3打5区域，1034、2268、1606全部都跑来这里了。虽然1671的盟友全部都过来帮忙了，但是要拿下关卡其实完全不可能，主要是对方也是有用要塞防守，再加上距离太远了。皇庭也是即将要开放，所以没有办法拿下这个门口。最后做一下皇庭的推测，因为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了，皇庭也会在明天晚上即将开放，所以我们来猜一下之后会有什么变化。可以确定的是960阵营那边只有3个门口，而1034他们拥有5个门口，间接性也是等于说对方拥有的领土可能也会比较多。那么可以看到地图的分布，960还是一样会对上1034，中间960应该会把1671放在这里，因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区块呢其实是2377的，这个地方将会由1606出去，下面是2891、1875、2891以及1606。因为1606他们在早期关卡4、关卡5的时候并没有战斗，而377也是如此，可以说这2个王国是目前为止保留最多加速跟资源的，所以才会看到1606跟2377他们是负责在边角的位置，而且1606也是会帮忙1034。相反的，在早期已经打过仗的王国，他们都会由中间走出来，包括2891、1875还有1671。不过其实双方都有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双方都可以去到对方的区域，所以我不排除在门口开放的时候，双方都会跑去对方的门口做干扰，从而导致到对方拿下门口的时间比较慢，比较迟出门口。不过我们先提一下左手边的情况，原本1034应该是不能翻墙才对，不过我刚刚在录影的时候看到1034已经开始建另外一个要塞了，所以不出意外他们应该会从这个路线建旗帜出去。不过可以看到他们这里的领土其实位置不太好，有很多山挡着。不过同样的960的路线也不太好，有野蛮人据点挡着，也有不少的山挡着。右手边的情况也是一样，1606如果他们要翻墙出去的话，恐怕这边的领土会做到干扰。在皇庭的时候就非常考验双方的建旗帜技术了，在考虑到地形还有旗帜的位置，有很大可能地图一开始会变成这样，红色是960拥有的领土，蓝色是属于1034拥有的领土。我认为左手边960跟1034决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这边领土可能会做到一些干扰，再加上左手边1606过来帮忙1034，有可能会阻挡这960的前进。我个人是比较担心右手边的情况，右手边会交给2377还有1671负责，但他们要打的对手包括1606、2891、1875，甚至也有可能2268会过去帮忙。960的人数也比较少，可能没有办法分身过去帮忙队友。那假设我是敌人的话，我应该也是会专攻2377这个位置，先把盟友给处理掉，之后再处理掉960会比较简单。这个情况就跟上次1093的情况是差不多。那个 KVK 的情况也是因为左手边队友先沦陷了，而导致到93也是逼不得已需要撤退，并且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1034跟2268其实跟我们正面交锋的时间是真的很短，他们都是用要塞挡着960，所以我推测1034跟2268其实他们并没有消耗多少的资源跟加速，在皇庭的时候才会发挥他们真正的实力。那各位你们觉得哪一方的胜算会比较大呢？或者你们推测这一场皇庭之战到底会打多长时间？960的不败神话将会被打破吗？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